内部清查的如何了？殿下，这几日把那些个混日子的都清除出营了，就连告老还乡的胡将军也都查过了，除了在任的时候不作为之外，到底也都还是干净的。留下来的这些个侯爷公子们，大多也都有报效之心，加以教导培养便是。只要勤加练习，假以时日，这金翼卫必是另外一番景象。停！今日到此为止。146、147、148、149、150。小侯爷，可以了，今日的惩罚结束了，你赶紧休息休息吧。才150个而已，小爷我还可以做1500个。小侯爷，平时你是可以，你都已经背着重石跑了1个时辰了。是我擅自放走夫家二姑娘，该罚我认。大统领已经走了，要不然去喝点酒去。小爷我总有一天能赢他。哼！小侯爷，你去哪儿啊？西山，好想出去玩。先生，这个墨都磨好了。哎，这宣纸怎么没了？我作为先生的书童，我应该义不容辞去给你买宣纸。不必了，文心，库房还有些宣纸，你去取来。库房的多不新鲜，我就给你买新鲜的。也罢，文心给他些银两，让他去吧。哎，不，我有银子。这宣纸又不是烤鸭，还有新鲜的。他想去，就让他去嘛。可我以为，愚公之字得其美韵，却失其俊迈；荀公之字得其丽，却失其温秀。确实如此。这么说来，唯有王公二字，二者兼可有之，可是难以在目。不是，我们还要走多久啊？那摩崖石刻在山顶上，一半还没到呢。我这本意是来西山，去山脚下吃百花梨子糕，现在嘛，玩嘛也没玩成，吃也没吃到，多没意思啊！真要看什么术法石刻，我还不如回去睡小猪。容妹妹年龄尚小，脚力不足也是正常。既然如此，不如容妹妹先行回去。哎，你看，她脸色都白了。这荒郊野岭的，你一个人回去，我不放心。要不然我同蓉儿一起回去。别因为我扫了大家的兴致，这不都是大道吗？别担心我。这样也好，容妹妹，你就先回巨穴小筑吧。早知道这样就不逃出来了。哎，阿姐，要不咱们如意楼会合？刚好师傅出了新品，想让你帮我们画些字画。好吧，那我们就如意楼见。行，我先走啦。你小心点啊。知道啦。走吧。欠我一条命！还了！
这帮刺客也太嚣张了，敢来金翼卫营附近行刺。嘿，多亏了小爷我。你们先回去。撤！哎，别跑！又让他跑了。小八这个大骗子，说西山树林到处都是猎户的机关，天上飞的、地上走的，一个不放过。可我半天一个也没碰到啊！小兔子啊！站住！原来是你指派的杀手。什么杀手？不是咱们每次见面非得要这样吗？还真是天上飞的，地上跑的，一个都不放过。哎，宋王殿下，我们俩之间真的有误会。我今天跟我阿姐来爬山，我累了我就独自下山，我也没想到你就来这儿了。我也更是无意冒犯跟冲撞你。你要是不信，你就去问我阿姐。还有那个提刑司齐大人，他也是人证。哎，您被绑在这儿呢，您多叫一会儿也是会有人来救你的，别担心啊。王爷，要不咱们商量个事儿呗？说。你看啊，每次你碰到我呢，也没什么好事儿，我也是。这冤家宜解不宜结，为今之计，您就把礼衣给我，我拿去烧了。虽然这办法玄乎了点儿，做了总比不做好，您说是吧？你要本王现在把礼衣脱给你啊，您要是不介意的话，自然是。啊！哎呀！王爷，您大人有大量，这都是猎户干的，不是我。船家，走，开船！跑得了和尚，跑得了庙吗？哎，你讲点道理，要不是你追我，我怎么会跑呢？你若不跑，我又怎么会追啊？船家，你开快点，那岸上有一个不讲理的人，我怕他一会儿给游过来。
谢传家。先生，这墨宝斋什么时候搬到西山了？啊？其实我就是跟阿姐出来踏青的，想绕这些小路看看风景，结果倒霉透顶碰到那个素王，非要说什么我找杀手刺杀他。要不是我机灵，早成他刀下亡魂了。这其中定是有什么误会。按理来说，你是他的救命恩人，他该谢你才是。可不是嘛，可能有些人天生就是喜欢恩将仇报吧。不对，在我看来，他是一位将才，定是你受训不够，回去好好抄书。先生，蓉儿，你都去哪儿了？轩妹妹，送你的。轩妹妹，我想娶你。啊？轩妹妹，自幼我便倾心于你，心心念念想长大娶你为妻，但家父过世太早，家中状况也十分不好，所以这份心意一直压在心底。但现在不一样了，我情况变好了，轩妹妹，我们是时候了。齐师兄，你若真钟情于我，便不应该这样子私相授受。哦，轩妹妹说的是我太鲁莽了，我过2日定会找媒人亲自登门求亲。傅姑娘，这是我家公子给您的信。刘掌柜，这次的新品都好漂亮啊！鹤衔灵芝入蓬莱，好美，寓意也好，健康长寿，青春永驻。刘掌柜，您真是每次的想法都让人眼前一亮。光有想法不行啊，还得劳烦傅轩姑娘帮写一幅推荐的字画。这有何难的？您啊如此照顾蓉儿，况且这也是我的爱好。只是不知刘掌柜打算何时上这些新品？自然是越快越好。凤来仪马上就要出新品，我希望能赶在他们之前。殿下，殿下，您终于回来了。您让我调查傅荣那边，属下发现这段时间他可能就藏匿于居水小筑之中。居水小筑？其策虽然出身寒门，却是个忠孝之辈，前途不可限量。如今他情真意切地求到我门下，
我免不了带他走一遭，替他求娶傅宣姑娘。傅大人，您看如何呀？这侧儿年少有为，无论是人品还是才学，都无可挑剔。其父生前与我又是故交，我们两家也算是知根知底。若是齐家有意，我们自然不会反对。哦，那这太好了，我这就回去转告齐家，这可是桩大喜事啊！齐师兄来家里提亲了。你想嫁给他？这婚姻之事一向都是听从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。我有何想不想的？那你喜欢他？夫妻之间只要相敬如宾便好，至少我不讨厌他。那你了解他吗？罢了，我只是来看看你有没有在这儿闯祸。你记得好好跟先生读书。我先回去了。长姑娘，我送送你吧。姑娘，这是在干什么呀？快帮忙，把这石头弄起来。哎呀，姑娘，你拿着石头做什么呀？哎呦，我想查个人的品性，但爹呢又把我的小用钱给停了。小七小八那查人又不能不用钱，只能出此下策把它卖了。可，这破石头能值几个钱啊？他跟居水先生天天朝夕相处，说不定先生赏景的时候还做过呢。你想想他那些仰慕者得多喜欢，到时候就得疯抢他。哎，有道理哎。不过这样会不会不太好啊？怎么不好了？我把它卖了，我再买块新的回来。那倒不如我们出去随便找一块石头，然后就说是居水小筑的不就行了？那能一样吗？师傅说过了，做生意得讲诚信。哎，但是人家要不信，那该怎么办啊？问得好。完美，怎么歪歪扭扭的？先生的字能跟普通人的一样吗？多潇洒呀！你们在这儿做什么？先生，我也是没有想到会在这儿碰到你。我跟蓝翔，我们俩做运动。还不去读书？是，先生。等会儿。你们要是真喜欢那石头，就带走。谢先生。包治百病，头疼脑热体虚麻。哎，小八，哟，二姑娘这次又有什么事要帮忙？二姑娘这次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拜托二位。又拜托我们？小八，你这被打的还没缓过来呢。你尽管说，这事儿啊，我们一定办好。拜托二位盯紧其策，就是提青司的那个齐大人。哎，不用拜托，是银子就可以喽。哟，不是说给银子吗？怎么用石头啊？这可是居水小筑里的石头啊！这居水农夫名满天下，这字是写成这样。哎，你们不懂，这就是这些名人啊，喜欢彰显自己的不羁与独特。对。那傅二姑娘，打算卖多少钱？二姑娘说了，
卖50两银子便可，事后对半分。可以，好。王爷，居水先生让奴婢先带你去厅堂，先生一会儿就来。我知道厅堂在哪儿，我自己去便可。是。这苏王也太闲了吧，到哪儿都能遇到他，真是阴魂不散。想逃跑？谁逃了？我这光明正大的呢！王爷，不知我的书童哪里得罪了王爷？居水小筑横梁掉下那日，这位傅姑娘也在场，我得带她回去一趟。之前提心司的人来我这里已经仔仔细细的搜查过了，而我对王爷一直是以礼相待，你却一直怀疑我的书童。王爷，今日还是请回吧。谢先生，你是我小筑的人，我当然要照顾你。殿下，那日您走之后，那吴小爷倒是帮了个大忙。他发现那帮刺客所用的金质有些异常，所用竟是上等布料。织云坊，非达官显贵不能在织云坊购买布匹，何况还是用来做金质。梁通，殿下是认为梁通和刺客是受同一人主使？不错，那梁通虽为副统领，可是这梁家并非什么显贵。那日殿下上任大统领，他敢那般为难咱们，说明他背后必定有人撑腰。既然你们都清楚了，那就从织云坊开始查吧。织云坊，那都是女人买布匹的地方，殿下，我可不愿意去啊。要不你去？哎呀，殿下英明。就是这样转，这件你看。您看看，布料怎么卖的？姑娘，你眼光真好，这是刚到的丝巾花罗。您看这花卉的图案，多衬您呐！哎，您等一下啊！哎，这鸟纹不错呀。这个是仙鹤锦，哎，巧了，您来的正是时候。这是新到的货，只要10两一匹。什么？寻常人家1年用度也没有10两，你这一匹布竟要10两？我们织云坊专门做的就是名门望族、达官显贵的生意，这平民百姓他也用不起啊。什么达官显贵？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布上还有洞，你们分明就是坑人的黑店。方才我就觉得你有些不对劲儿。我呸！再敢过来，我就打断你的腿！哼！老板，来碗面。哎，好嘞。
徐姑娘，去了这么久，可有收获？哼！哎呀，殿下，许姑娘今日那可是功不可没呀！要不是她与店家纠缠，我都不会如此顺利地偷出货单。好一个提刑司按察使！近1年来知云坊最大的几张单子，都是他一人定下的。上次居水小筑一案，提刑司主动把这个案子接了过去，我便查过此人。此人任期未满便做了西园尉，后来一直在7、8品的小官之间徘徊，再后来做了卫尉丞，结识了信都侯张耀成，一连做了几桩大事，后被破格提拔，这才做到了如今的提刑司按察使。其策，信都侯。小八说，他昨晚在醉春阁看到了奇策。他嘴上说喜欢我阿姐，却流连于烟花之地。如此表里不一，必然不会一心待我阿姐。不行，我不能让阿姐嫁给奇策，我得回府一趟。那我……你在这假帮我1日，这些信件没分完，先生肯定不会来的。我先走了。哦。公子，傅姑娘又翻墙出去了。随他去吧。哎，对了，文行，后院的枣树今日枝叶长得比较茂盛，你在树旁放个梯子，以便我修剪树枝使用。是。阿姐，你不能嫁给奇策。你不是应该在居水小筑吗？怎么，又偷偷溜回来了？我说你不能嫁给奇策，不许耍小孩子脾气。我不是耍小孩子脾气，是真的不能嫁给他。那你告诉我，我为什么不能嫁给他？你看他长那个样子，就不是个好丈夫，将来肯定欺负你。哎，不许胡说！你要是这句话给竹儿说，让他知道你在背后编排他兄长，他非跟你急眼不成？竹儿是竹儿，他哥是他哥。蓉儿，你不去先生那儿读书，在这胡闹什么？我不是胡闹，阿姐不能嫁给那个奇策，他肯定不会好好对阿姐的。老爷，这蓉儿赶回来也是担心轩儿，你就别怪她了啊。蓉儿，我知道你担心你阿姐，但是你们迟早都是要嫁人的呀。这策儿也算是我看着长大的。他为人稳重，前途光明，特别是对轩儿，更是情根深重。这么好一桩姻缘，你可别给搅和了啊！你们不知道那个奇策是什么样的人，也不知道阿姐嫁给他会怎么样。反正，他不是个好人，他是个坏人。蓉儿，咱们傅家便是这样教你空口无人清白的吗？哎，蓉儿，真不让人省心。如果奇策真的像小八说的那样，肯定有证据。他们不信，我就找证据让他们信。你回来了，找什么证据啊？没什么。哎，蓉妹妹，
好久不见，蓉妹妹可是生气了。前些日子因为南边有了差事，一直回不来。听说你受了伤，我特意带了上好的膏药来，还有这枚玉佩，是我潜心所求，是一对双喜，十分吉利。蓉妹妹，你看看可还喜欢？多谢世子记挂，这东西我不能收。蓉妹妹，你不用为难，我还给傅伯父、伯母还有轩姐姐都带了礼物呢。多谢世子，那你一定将东西送进去吧，这私下送礼是万万不成的。哦，对了，蓉妹妹，你可知明日卓妹妹就要设纳征宴？哎，你倒是提醒我了，我得给她准备礼物去。哎，世子可要进来坐坐，容我通知老爷夫人。不必如此兴师动众，蓉妹妹果然有心，我陪她挑礼物去。蓉妹妹，你是不是心情不佳？阿姐订婚在即，惜烦。那这不是件好事吗？等你阿姐的婚事正式敲定，我就可以正式向你家下聘了，免得母亲总说妹妹早与姐姐定亲不好，不同意我们成亲。你不觉得这是新都侯夫人为了不让我进新都侯府找的借口吗？蓉妹妹，你怎么会这样想？母亲绝不会这样。况且我并不认为成亲这件事情是父母最大，我觉得合乎自己的心意比较重要。你还没明白我的意思啊？我其实只是想让你开心点儿。那我就再告诉你一遍吧。首先，我认为天大地大，自己的心意最大。其次呢，我不想收你的玉佩，知道了吧？不想收我的玉佩。蓉妹妹，等你下次开心点儿，我再送你啊。好看，竹儿，蓉儿，好久不见啊！好久不见。殷世子，蓉妹妹，这一日不见如隔三秋，等你嫁出去，咱们什么时候再见？那我不得思念成疾？你看你这嘴甜的。蓉妹妹，你怎么同竹妹妹如此之好，同我竟如此生疏？你要不是燕世子，你要是个燕郡主，我对你也这样。哎，挑的怎么样？哦，还在挑呢。这套就不错啊。太华丽了，蓉儿。我觉得那套就行。你挑嫁妆当然得华丽点了。我也是这么跟他说的。竹儿平时打扮的素雅，绞丝银的首饰也能戴，但你成亲那日肯定得穿大红色，这绞丝银就不相称了。是啊，这金色跟喜服多配啊！就这炸金做的簪子，不是我吹牛，这横京城除了我师傅没有第二个。这太招摇了，我不太习惯。再说了，我怕到时候婆家人看着不如意。齐姑娘既然喜欢素雅的，那就选择这个吧。珍珠光滑内敛，十分搭配你的气质。虽然叶子是金子打的，但使用了镂空设计，十分轻盈，平日里戴也不会显得太隆重。好漂亮啊！漂亮，那就它吧。阿元把它包起来。哎，不可，怎么能让你破费呢？不能让你破费。那你破费了？我的利钱都在我母亲那儿。那你说什么？行了，不会让你破费的。这个自然还是得娘家人给钱嘛。阿元包起来。师傅啊，我小用钱少便宜点儿。嘘。老板，来2碗面。好嘞。哎呀，喝茶。我们女孩要聊天了。
来，谢谢。哎，你说你跟我阿姐一样，哪儿都好，就是太听话、太懂事了。让你嫁人你就嫁，连贵重的嫁妆都舍不得挑选。你兄长都已经是提刑司按察使了，哪需要你省那些钱啊？蓉儿，我爹去得早，我娘身子也不好，在府里大夫人也是从未给过我们好脸色。兄长能走到今天十分不易，但我的婚事他也是费尽心思想要给我最好的，零零总总加起来肯定花了不少钱呢。我能省一些便是一些了。啊，好了好了，我知道了。哎，小时候咱俩在东边城郊打枣，被我姐揪着耳朵拎回去，仿佛就是昨天的事儿。这一转眼你跟阿姐都要嫁人了。轩姐姐要嫁，我是十分开心的，毕竟要嫁的是全天下最好的男子。哦，对了，我听兄长说你成了居水小筑的梳头。那你不是天天都能见到居水先生了？别提了，天天挨训，辛苦的。蓉妹妹，不如你与我早些成亲，就不用辛苦了。你呀，我看是你折腾人家。竹儿，我问你点事儿，你说，你别生气啊。你兄长是真心喜欢我阿姐，会对她好吗？当然了，蓉儿，我兄长从小就喜欢你阿姐，你是知道的。这么多年来，他那么拼命的攀爬，也是为了早日向夫家提亲呢。再说我们都是一起长大的，这你还不放心吗？哎呀，不是，小时候你在我家借住，我对你了解啊。可是齐师兄他一直在书院待着，我不了解。你呀，这是关心则乱。我保证，我兄长会对你阿姐很好的。是有贵客来了吗？这居水小筑居然还给点灯。天助我也！我走了。慢着，还有什么事儿？拿回去吃吧。谢谢啊。对了，先生，我那些信都分完了，能不能请个假啊？明天是竹儿的纳征礼。文行，公子，吩咐厨房，以后不要再做芝麻、花生馅儿的包子了。农农对花生过敏，还有，以后整个居水小筑也不要再出现花生。好。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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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感谢二位，恭喜感谢二位。恭喜！
恭喜您！同喜同喜！感谢3位大驾光临，来里面请，来，恭喜恭喜恭喜！来恭喜，里面请，这边，来，里面请，恭喜恭喜！行，哎，燕十三，恭喜，里面请，恭喜恭喜！那我进去了。大夫人，我已安排妥当，您里面请吧。轩妹妹，荣妹妹，轩妹妹，齐师兄，荣妹妹，恭喜！啊，同喜同喜，里面请。恭喜齐大人！啊，同喜同喜。荣妹妹，先进去吧，我一会儿过来。蓉儿，蓉儿，你要去哪儿啊？哦，我去给竹儿道个喜，你们在这等我吧，我一会儿就回来。啊，哎，小心点儿。知道啦。连本春绣图都没有，难道是我误会他了？齐大人，秦青，你疯了！这个时候过来干什么？主圣之命，秦青一时无奈。你来的时候，有人看见了吗？你说吧。主上说需尽快行动，不成功便成仁。我刺杀了3次，从肃王回京之后，西山、居水小筑全都失败了。现在我是缺兵少将，损失惨重，恐怕我需要休整一段时间，才能再做计划。大人，徐静已经得到金仪卫那群纨绔子弟们的认可，若是日后那群人背后的各大宗族也支持他，那就更难下手了。我知道，今日是竹儿的纳征宴，待明日我去找你，定会有一个让主上满意的方法。是。还有，恭喜齐大人。你走吧。原来那天去摩崖石刻，齐策就是拿我姐当幌子。还有居水小筑那次，竟然也是针对于你。西山那日，我追出去的时候，就只看到你，误会你了。再给我道歉啊！我本来以为那个齐策只是爱沾花惹草，没想到背地里还干些杀人的勾当。不行，必须得让我阿姐知道。不管怎么说，今日还是谢谢你。既然咱们之间的误会解除了，就千万别再见面了。
蓉儿，蓉儿，可算来了，二夫人。哎，蓉儿，您今天这气色真好。瞧我这一高兴，身子骨好了许多。没想到这地方布置的还不错。这些都是我兄长给我安排的。那个齐大夫人也太刁难了，只知道在外面摆个臭脸。不过还好今天有齐师兄，我看外面来了好多人，气质非凡，个个非富即贵的。是吗？那一定都是兄长的朋友吧？我自己就只有你这个姐妹了。所以，齐师兄的朋友你是一个都不知道了？是啊，兄长的朋友多半都是官场同僚，我暂时不曾见过了。看来他做的事情你也是一点都不知道了。蓉儿，你今日怎么心事重重的？我就是舍不得你，你这要嫁出去了，咱们什么时候能再见啊？瞧你这话说的，你不会给我写信吗？以后不管什么事情，你都得写信告诉我。行，等你离开横京，我就写信给你，什么都告诉你。一言为定。把簪子戴上。娘，这只我想让蓉儿帮我戴上。好啊，我来。蓉儿，你今天真好看。蓉儿，你别总是想太多了，有时候最重要的还是开心。珠儿，你一定要开心、幸福。殿下，殿下，提早从喜宴上离开的宾客一共有3位，第1位是王大人，他因为有公务要处理，所以并无可疑。第2位是赵大人，他是因为家中有急事，所以也并无什么可疑。可有一位黄衣女子？对，这第3位正是一位黄衣女子。属下那日在知云坊外见到过她，所以便亲自跟随。这位女子名为秦青，是醉春阁的老板娘。知云坊只供达官显贵，她一介青楼女子，竟可以随意的出入。起初，属下也只是以为齐策是她的恩客，只是后来她变得更加警惕，反倒露出了马脚。属下不敢打草惊蛇，所以派了人在醉春阁外面守着。这个秦青的确是齐策的下属，这几次刺杀也确实是齐策安排。不过眼下最重要的是找到背后那个下达命令的人。既是如此，岂不是应当将他们立即抓起来，好生审问？哎呀，你怎么又来了？这抓回来又如何？咱们现在既无人证，又无物证，只怕到时候人家还会参殿下一本，说殿下是对朝廷命官滥用私刑。咱们是百口难辩呀！为今之计，只能先按兵不动，找到合适时机，逼他们再次出手。这醉春阁表面上看上去是一个楚馆，可内部是什么情况就不得而知了。只怕突然多了几张生面孔，会让他们提高警惕的。小侯爷，小侯爷，你不能进去啊！小侯爷，吴白起，你可想清楚了？你救了本王，要的奖赏，却只是同我比剑。救殿下不过是举手之劳，小爷我有的是钱，岂是那般见钱眼开之人？既是比试，应有彩头。若我赢了，从此以后见到你不必行礼迟到，不必挨板子。若有要事，也可随意请假。放肆！好，
我的剑术，殿下可是见过的，就这么有信心？若我赢了，我只需要你去一个地方；若我输了，刀山火海也去得。怎么比？一人3箭，射中靶心者得胜。我可不能占殿下的便宜啊！殿下既让我先射，那我便也要让点什么，就让殿下2支箭好了。小侯爷，大气必胜，小侯爷威武！今日运气不错，一下就射中靶心。殿下，从今以后，太厉害了！好厉害啊！怎么做的？太神了！真厉害！你让我2支，我还你6支。要去什么刀山火海、阴曹地府，殿下尽管说便是。小爷我，属下不敢有任何怨言。不用你去什么刀山火海，本王要你去花天酒地。什么？殿下，我可是正经人。乌白起，你从前没少和人一道去醉春阁吧？喝酒而已。小爷我向来洁身自好。殿下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要你去醉春阁捣乱。什么？前几日的刺杀事件和齐策有关。齐策，怎么听着有点耳熟啊？哎呀，齐策是现在的提刑司按察使。那个来接人的富家长姑娘，好像还与他定了亲。那富家，与富家无关。那醉春阁是齐策的老巢。此番前去，凶险万分。你若是不敢，我也就不逼你了。愿赌服输，小爷我有什么可怕的？只是，哼，这么重要的事，殿下竟愿意交托于我？难道你不值得信任？殿下放心便是。小侯爷，小侯爷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啊。那大统领叫你干嘛去啊？去醉。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，怎么能告诉你啊？不是，小侯爷，走。傅姑娘，我家先生有请。没看到我们家姑娘正在读书吗？时候也不早了，姑娘要休息了。今日多亏有你，还好咱俩配合得好。这要是没有你，我都不知道怎么说。我可不想被他们给处罚呢。这二姑娘吧，有时候啊也挺难伺候的。挺聪明啊。温公子，你可千万不要跟先生说啊。傅姑娘去哪儿了？啊，二姑娘出去办正事了。
绝对不是去不该去的地方，绝对。真的？哎，真的，真的，真的。公子好面生啊，可是第一回来这儿。公子，坐下喝杯酒吧，奴家陪着你。哎呀，公子，公子可是看上哪位姑娘了？把你们这儿的花魁找来。啊，原来公子是看上雅乐姑娘了，但雅乐姑娘从来不因财见客。这两位其实也不错呀。公子，你看看人家嘛，要不我给公子找两位新的？不行。雅乐姑娘实在是不方便。公子重金相求，雅乐岂能不见？不过此前从未见过公子，想必今晚是第一次来醉春阁吧？公子不必紧张，奴家又不会吃人。公子随奴家去雅间吧，让奴家为公子弹奏一曲吧。哟，这不是吴小侯爷吗？好久没见着您了，今儿怎么一个人来了？还是一间雅座，远台梨花酿。啊，今天谁要是把小爷我陪好了，这一袋子的银子就全归谁。这居水小筑确实清静，不知道能不能见到居水先生呢？这居水先生这么有学问，想必这段时间蓉儿一定学到了不少东西了。蓉儿，娘做了些好吃的，带来给你吃。蓉儿。兰香，蓉儿呢？二姑娘今日有些不舒服，早些休息了。身体不舒服？二姑娘说，这个病会传染，你可千万别进去。上回都已经用了这个法子了，还以为我不清楚。让开！让开！蓉儿。长姑娘，那是什么东西？爆竹，关门。拿出来吧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到底怎么回事？二姑娘她偷了小筑里青丝的男装，去了醉春阁。长姑娘，奴婢也拦不住她呀。这是不愿意接待小爷我了？一个破青楼也敢对小爷我甩脸子？小爷我今天非要在这儿找到心仪的姑娘不可。小侯爷，您往日都只是来喝酒的，
这实在是反常。容奴家问一句，您这是来消遣的？小爷我做什么还要向你报备不成？你身后那群人什么意思？怎的？还想跟小爷我打一架不成？小侯爷似是喝醉了，将他送出去。臭小子！奴家裁掉疏庸，献丑了。来，公子。方才奴家弹奏时，公子神情飘忽，可是有心事？倒也没有。看来是酒喝的还不够尽兴，公子都不愿袒露心怀。我其实想问你件事儿。体育刑司按察使齐大人，是不是老来你们这儿？齐大人，未曾听过。不过公子一掷千金，竟就是为了打探什么齐大人的吗？他要求救我好友的阿姐，听说她情味浪荡，我就来打听打听。原来如此，奴家在这很久了，从未听过什么齐大人。公子，春宵一刻值千金，不如我们先去休息。酒逢知己千杯少，咱们喝酒，喝酒。来。
早就不实行女扮男装入青楼了，还敢这么喝，真是胆大。雅乐姑娘，雅乐姑娘，快下来一趟，有人要见你，都闹起来了。小爷，我今日找不到心仪的姑娘，我就不走了。我说是谁呀？发这么大脾气？雅乐姑娘这不是来了吗？这下总行了吧？小侯爷，我这不是来了吗？这还差不多嘛。那就好，那就好，都散了吧！啊，散了。秦老板，楼上那位客人，好生伺候小侯爷便是。什么客人，不必你操心。在这儿也能遇到你。我不喝了，我不喝了，雅乐姑娘，喝不动了。而且，千万别嫁给那个混蛋。哪个混蛋？齐策。齐策，主儿那么好，怎么会有你这样的混蛋哥哥？主儿，主儿你别怕，有我在，别怕。阿姐，你也别怕。爹没事，你肯定也没事，有我在，我一定护你们周全。其实小爷我今日有点乏了，我先回去休息了啊。小侯爷，小侯爷，小侯爷，你别走啊！小侯爷，小侯爷，你别走啊！秦老板，你们这儿什么时候来了这么好看的货色啊？怎么之前没有见过？哎，等，放开我，放开我！你给我等着！傅轩姑娘，吴小侯爷，傅姑娘，这儿可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我是来找人的。哼，找人？傅姑娘在这儿也有认识的人啊。小爷我今日心情好，你同我说说你要找什么人，我帮你。傅姑娘要找的可是一位青衣公子。你见过他？他现在在何处？巧了，他正在楼上雅间。雅间？人呢？我进来的时候已经没人了。姑娘，她去哪儿了？傅姑娘不必担心，她应当是已经离开了。我虽发现她是女子，但也好生照料着。不过，她好像在打探一位齐大人。齐大人，你跟着来做什么？我也是往这边走而已，怎么就是跟着你了？多谢姑娘。
哎，小侯爷，照顾不周，下次再来玩啊！我当那小侯爷发什么神经呢？合着是自己的意中人要嫁给齐大人了，在这巴巴的找人撒气呢。刚才那女扮男装的是怎么回事？是来打探齐大人的，我还以为是探子灌了好些酒，能下好生审问，现在看来倒是不必担心了。那女子应当就是傅府二姑娘，想来是来打探未来姐夫的吧？啊，今夜呀，真是多灾多难，好在都是虚惊一场。你怎么有喉结呢，雅乐？我要改命。你要改谁的命？阿姐，还有素王。你好大的胆子，敢改素王的命！素王，小心眼，讨厌鬼！你给我下来！你再背背我呀！徐健，你要是自己死，别拉着我。我为何会死啊？你不仅会死，你还得早死呢。你不才给我算过，本王会长命百岁的吗？我胡诌的你也信？我说你明日死，你信不信？明日死？就算我明日死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难道你想陪葬啊？我呸！谁要给你陪葬？我看你是真的想不下去。吴小侯爷，别再跟着我了。我还是那句话，这路又不是你的，凭什么你走得，别人就走不得呀？吴小侯爷，这醉春阁温香软玉无数，你何必再跟着我一个人呢？傅姑娘，你今日究竟为何来醉春阁？听闻你与齐大人已经定亲，莫不是齐大人经常出没于醉春阁？你今日来抓人了？小侯爷，哼！我与齐公子虽然未行纳征礼，但也容不得你血口喷人，并非君子所为。傅姑娘，其实来醉春阁也不一定全是拈花惹草。小爷我今日就是有别的事情。或许齐大人也有别的事情呢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傅姑娘当真什么都不知道？小侯爷以为我到底应该知道什么？多谢小侯爷今夜出手相助，但我与小侯爷无冤无仇，何必步步紧逼呢？你这样子容易让人误会。哼，误会什么？容易让人误会小侯爷对我倾心不已，以至于妒火攻心，对我和齐大人口出恶言。你这女子，若小侯爷不想被误会的话，还请以后嘴上容忍比较好。哎，哼，这话应该是我同你讲才对吧？回什么居水小筑？你该回傅府。不要。蓉儿，蓉儿，站住！
你是何人？快把小梅放下来。蓉儿，蓉儿，在下徐进。肃王，臣女冒犯，还请王爷恕罪。我在路上碰见令妹不省人事，便想将她送回傅府。既然你来了，那你就赶紧送她回去吧。舍妹实在是太荒唐了，有劳王爷了。放心，我绕了无人小道，没人看见。多谢王爷。令妹好像很担心你的亲事，去青楼也是事出有因。我明白，不会太过苛责她的。蓉儿，蓉儿。我说小侯爷，您有火也别往假山身上撒呀！天底下居然有这般咄咄逼人的女子！殿下怎么还不回来？殿下，殿下，你们今天发挥出色，尤其是你，吴小侯爷。嘿，少由我出手，还不是小菜一碟？嘿。这个簪子，就是秦青传递消息的办法。一旦秦青有信报，他就会把这根簪子插在他房间的窗外，以作信号。醉春阁的对面是一座名叫克莱欢的酒楼，2楼是个雅间，正好可以看到秦青的房间。原来如此，难怪盯那个秦青这么久，他也没有离开过醉春阁半步。那属下便派人时刻盯着克莱欢，但凡有人在簪子出现的时候进出酒楼，属下便派人跟着，就不信揪不出这帮侠鼠。吴小侯爷对醉春阁轻车熟路，那醉春阁就有劳小侯爷了，带一支人马